回向到底在干什么？脑科学给出了答案。如果你去过寺庙，参加过法会，或者自己有念佛打坐的习惯，对回向这个词一定不陌生。每次做完功课，师父会带你念一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你跟着念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刚才那个动作在你的意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人会说，就是把功德分享给别人啊。好，那我问你，功德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存放在哪里？它怎么分享？通过什么介质传输？如果你把功德分出去了，你自己是不是就少了？你分给法界一切众生，有无量无数种生命形态，每个众生分到多少？够用吗？你发现了吗？只要你沿着功德是一种可以转账的资源，这条逻辑往下走，每一步都踩空。它在你最基本的物理直觉面前完全站不住脚。所以要么回向是迷信，要么它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回事。今天这期视频，我要用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我把答案推导出来之后，我发现一件让我极其震撼的事：回向在佛学修行体系中的真正角色远比你想象的重要。它不是修行之后的客套话，它是整个大乘修行系统的安全阀。没有它，你修得越多，可能反而越危险。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要理解回向在干什么，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更基础的事。同样一个行为，你做的时候心里想的不同，你的大脑会发生什么不同的事？这个问题，过去20年的认知神经科学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实证答案。2007年，俄勒冈大学的研究团队用核磁共振做了一项经典实验。他们给受试者一笔钱，然后分两种情况。第一种，这笔钱被强制抽税，捐给了慈善机构，你没有选择权。第二种，你自愿决定是否把钱捐出去。在两种情况下，钱都到了同一个慈善机构，金额相同，接受帮助的人也一样，外部结果完全相同，但是大脑的反应完全不同。当受试者是自愿捐出的时候，大脑里有一片区域的激活强度显著高于被动捐出的情况，那就是腹侧纹状体。它是奖赏回路的核心，就是你吃到美食、赚到钱或者收到别人赞美时会亮起来的那个区域。而在这个实验之后，过去20年的多项脑成像研究也进一步发现，在自愿利他的行为中，还有两个关键脑区会被同步激活。一个是颞顶联合区，这个区域负责心智化，也就是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象别人体验的能力。另一个是前额叶内侧皮层，负责自我反思和社会认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同一个外部行为，比如掏出100块钱，因为内在意向的不同，在大脑里激活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神经回路。一套是纯奖赏回路，跟吃了一颗糖差不多；另一套是奖赏回路加上社会认知网络的广泛协同，这相当于吃了一颗糖的同时做了一次全脑整合训练。一个行为，两种意向，两种神经签名。后续更多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发现。在2008年，哈佛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联合团队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项研究。他们发现，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人，幸福感显著高于把同样金额花在自己身上的人。这种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中都稳定存在。不管你是年收入2万美元还是20万美元，利他性支出带来的幸福感提升都显著存在。后续的跨文化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的普适性。2017年，苏黎世大学的一项神经经济学研究更精确地揭示了背后的机制。当你做出利他决策时，颞顶联合区和腹侧纹状体之间会形成一种功能性连接，这两个平时各干各的区域突然开始协同工作。研究者发现，这种跨区域的功能连接越强，受试者报告的幸福感就越高。
你注意到关键点了吗？不是做了好事让你快乐，是在利他的意向框架下做了事，让你的大脑以一种更整合的方式运转。做了什么不是关键，带着什么心去做才是。这个洞见在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自我超越。弗兰克尔，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意义疗法的创始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过一个观察：人类幸福感的最深来源不是自我满足，而是自我超越。当你的注意力和意图指向超出自我边界的目标时，你反而获得了一种自我满足永远给不了你的东西——意义感。弗兰克尔是从集中营的极端经验中观察到这一点的。几十年后的神经科学用脑扫描证实了他的直觉。好，记住上面这个核心发现，同一行为意向性不同，大脑的整合模式就不同，心理效果也会不同。这是我们理解回向的科学地基。现在我加入第二块拼图。我在打坐那期详细讲过预测编码理论。你的大脑不是一台被动的接收器，而是一台主动的预测发生器。它时刻在用鲜艳信念自上而下的编造世界，感官数据只是负责校准这个编造过程。鲜艳信念的强度，也就是精度权重，决定了你对一个信念有多执着，多难被现实纠正。今天我要在这个框架上往前推一步。你所有的鲜艳信念里，有一个信念最特殊，精度权重最高，几乎永远不会被任何感官数据纠正。这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持续存在的自我这个信念。神经科学把维持这个信念的核心网络叫做默认模式网络。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的时候，这个网络最活跃，它在不停地编织关于我的故事。我过去做了什么？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将来要怎么办？它是你大脑里那个永远不肯闭嘴的自我叙事机器，而这恰恰是痛苦的温床。2010年，哈佛大学的一项著名研究用手机随机采样了2000多人的即时心理状态，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人们在走神状态下报告的幸福感显著更低，而走神状态在脑成像研究中和默认模式网络的高度活跃密切相关。也就是大脑在编织自我相关故事的状态，不是遇到坏事的时候最不快乐，而是你什么事都没做，大脑在自动运转自我叙事的时候，幸福感会明显下降。默认模式网络越活跃，你就越痛苦；自我叙事越密集，你就越焦虑。反过来，什么时候人最快乐？全神贯注做一件事，忘了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心流状态。心流状态的神经特征恰恰是默认模式网络活动大幅下降。你看到这个悖论了吗？我越强就越痛苦，我越弱就越自由。好，现在我要把这两块拼图拼在一起。当你做完一件善事，你的默认模式网络会自动做一件事，也就是把这个善事打包进我的叙事里。我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积累了功德。这不是你刻意想的，是默认模式网络的自动操作。它把所有体验都标注成我的。这个标注过程在神经层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善行激活了那个广泛的、整合的、利他的神经模式，却被重新路由回了自我参照加工的狭窄回路。你的大脑本来打开了一扇窗，利他意向激活了社会脑、共情脑以及全脑协同，但默认模式网络迅速把这扇窗关上了，把一切重新收编进我的故事里。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做善事的动力变成了对好人身份的维护，你布施是为了觉得自己慷慨，你打坐是为了觉得自己境界高，你修行不是在松动自我这个信念，恰恰相反，你是在用修行来加固它。你的鲜艳信念从我是一个普通人升级成了我是一个有修行的人，你的精度权重不但没降，反而更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修行多年的人越修越傲慢。神经科学告诉你，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机制问题。
你的默认模式网络在劫持你的修行成果，把它变成我的燃料。你以为你在修行，其实你是在装修牢房。而回向就是针对这个机制的精确干预。当你做完善事之后，念那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你在做什么？你在默认模式网络对你的善行盖章之前，主动把意向性的方向从指向自我切换成指向一切。结合前面的神经科学研究，这个切换会触发什么？第一，它阻止了善行的神经效应被收编进自我参照加工的狭窄回路。第二，它重新激活了利他意向特有的那个广泛的脑网络协同模式，也就是颞顶联合区、前额叶内侧以及腹侧纹状体的联动。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它降低了默认模式网络中自我这个鲜艳信念的精度权重。每一次你把功德的指向从我转向一切众生，就是在对默认模式网络说，这次不用标注成我的。一次的效果微乎其微，但你每天做功课都回向，每次做善事都回向，每个念佛的晚上都回向，成百上千次的重复这个意向性切换，你就在持续的训练你的大脑，降低自我这个最顽固的鲜艳信念的权重。打坐是用指来主动降低鲜艳权重，回向是用意向性切换来被动降低鲜艳权重。两种方法，同一个目标，就是松动那个最大的执着。好，科学部分到这里。现在我要做一件这期视频最核心的事，那就是把回向放回佛学唯识中的框架里。唯识中说，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在阿赖耶识里种下一颗种子，种子的性质取决于两个维度，也就是行为本身的善恶，以及你做这个行为时的意向。你发现了吗？这跟神经科学说的几乎是同一句话。同一行为在不同意向下会留下完全不同的神经痕迹。种子的性质由意向决定，也就是神经签名，由意向框架决定。再往下看，唯识中说，第七识末那识会自动把所有体验标注成我的，它是一个永远在线的自我制造机，你意识不到它在运转，但它时刻在把一切收编进我的叙事。这不就是默认模式网络吗？1500年前，无着菩萨和世亲用内观发现了它。21世纪的脑科学用核磁共振重新发现了同一个东西。还不止，唯识中说，末那识的执有强弱之分，有些执着根深蒂固，有些比较浅。修行的过程就是逐步松动这些执着。预测编码说，鲜艳信念有精度权重，权重越高越难被修正。修行的过程就是降低过高的权重，值的强弱也就是精度权重。最后最精确的对应来了，唯识中说，回向在干什么？回向是在种子被末那识盖上我的标签之前，主动把那个标签撕掉，换上一个一切众生的标签。种子还在你的阿赖耶识里，你没有把它寄给任何人，但种子的意向属性被改写了。唯识中把带有我执标记的善种子叫有漏善，有漏洞的善做了会有回报，但回报用完了，种子就耗尽了。把我执标记去掉的善种子叫无漏善，没有漏洞的善，因为它的意向指向没有边界，能量结构也是开放的。翻译成预测编码的语言，回向是在善行的神经效应被默认模式网络收编进自我参照回路之前，主动将意向框架切换为利他框架。这个切换改变了善行在大脑中留下的神经痕迹的类型，从激活狭窄的自我奖赏回路变成激活广泛的脑网络协同模式。前者的效应窄而且短暂，对应有漏；后者的效应广而且持久，对应无漏。你们看到了吗？唯识中和预测编码不只是有点像，他们是用两种语言写的同一本操作手册。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极其精妙的地方，
回向不是把功德减少了，而是把功德升级了。你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你只是通过改变意象属性，把一颗在狭窄回路里运转的种子改写成了一颗在开放网络里运转的种子。这不是减法，而是乘法。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大乘佛教的所有修行法门，不管是打坐、念佛、持咒、拜忏，结束之后都要做回向了。因为如果你不做回向，你刚才的修行成果就会被默认模式网络，也就是莫那识，自动收编为我修的、我的功德、我的进步。修行本身变成了喂养自我这个最大鲜艳信念的饲料。你的权重不降反升，你越修我越膨胀。这就是佛学里说的修行中最可怕的陷阱，我慢。我修了10年了，我吃素了，我每天打坐2小时，我读了多少经书，这些全是莫那识在给我的叙事添砖加瓦。你以为你在修行，其实你是在装修牢房。回向就是防止这个陷阱的安全阀。每次修行之后做回向，就是在对默认模式网络说，这一次的成果不要标注成我的。一次撕一片标签，再一次撕一片标签。你不是在对抗自我，对抗只会强化它。你是在每次它盖章的时候，温柔但坚定地把章抹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回向是整个大乘修行系统的安全阀。没有回向的修行，就像一个没有排气口的高压锅，压力全部转化成了自我膨胀的蒸汽。理解到这一层之后，我再给你加一个 AI 的视角，让这个结构更完整。在机器学习中，损失函数定义了模型的优化方向。一个狭窄的损失函数，比如只优化这一道题的正确率，会让模型快速收敛，但极度过拟合，画一道题就傻了。一个广泛的损失函数，在千万道不同的题上都表现好，学得更慢，但最终习得的是泛化能力。回向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修行的损失函数从最小化我的痛苦，切换成最小化一切众生的痛苦。优化目标变大了，训练变难了，但你学到的不再是局部最优的技巧，而是趋向全局最优的生成结构。而且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研究反复证实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在复杂环境中，采用合作策略的智能体，最终的总收益要高于纯粹自私的智能体。这并不是因为合作更高尚，而是因为合作迫使你建立更精确的世界模型。你必须理解其他智能体的状态，预测他们的行为，协调你的策略。这个过程本身就让你的模型变得更强大。自私其实是一种计算上的偷懒，利他是一种计算上的勤奋，回向是从偷懒切换到勤奋的那个开关。讲到这里，我想把全部线索收束起来。回向到底在干什么？3个层面，一个结构。在神经科学层面，回向是一次意向性切换，它阻止善行的神经效应被默认模式网络收编进自我参照的狭窄回路，转而激活利他意向特有的全脑协同模式。每一次回向都是对自我这个最顽固的鲜艳信念的精度权重进行的一次微小调降。在唯识学层面，回向是在种子被默纳时盖上我的标签之前，主动撕掉标签，把有漏善升级为无漏善。种子没有减少，种子的意向属性被改写了。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层面，回向是把修行的损失函数从局部优化切换为全局优化，是从过拟合走向泛化。3种语言，一种操作，而这种操作的核心指向同一件事。回向真正的作用对象不是外面的众生，是你自己的默纳识，是你的默认模式网络，是那个把一切都标注成我的自动盖章机。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让我很触动的发现。金刚经里有一句极其有名的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前我理解为不要执着，
今天从回向的角度重新看这句话，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对回向终极形态的精确描述吗？无所住，也就是不把任何善行的成果安住在我上面，生其心，在不安住的前提下，依然升起做善事帮助众生的心，不是先做了再送出去，而是从一开始心就不住在我上面。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你就不再需要刻意做回向了，因为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天然就是回向的状态。默认模式网络的自动盖章功能被你改写了，默纳时转化为了平等性质，这正是唯识中说的转识成智中最关键的一步。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包括我自己，还远远到不了那个境界。所以回向是训练轮，就像小孩学自行车时装的辅助轮，你靠它来练习平衡，直到有一天你的平衡感强到不再需要它。最后我想抛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回向只能在做完正式的修行之后才做吗？你能不能对你的工作回向，对你今天做的饭回向，对你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说的每一句话回向？如果每一个日常行为都可以通过回向来改写意向属性，那么回向就不只是一个修行仪轨了，它是一种活法，一种让你的每一天，不管你是在办公室、在厨房还是在地铁上，都变成一个不间断运转的修行道场的活法。而你的默认模式网络，你的默纳时就在每一天的每一次意向性切换中被松动一点点，再松动一点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禅中说班财运水皆是修行，大乘佛教说一切时一切处皆可修行的真正含义。不是让你随时随地打坐，是让你随时随地回向。你觉得呢？你有做回向的习惯吗？做回向的时候，你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是真心觉得在利益众生，还是说实话只是念了一段词？如果是后者，没关系，因为神经科学告诉你，即使你只是在走形式，只要你重复足够多次，你的大脑也会慢慢被这个形式塑造，行为会反过来改变信念。先验信念的权重不是只能从内部掉的，它也可以被外部行为持续的一点一点的修正。先行动后内化，这大概是整个修行系统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秘密。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